人鱼。人鱼代表着过渡，半人半鱼，是转化的象征。你对魏红做了一种处理，让它转化。嗨，大家好，我是 Parker。那因为疯人说这个系列实在是太受大家欢迎了，一直在被敲碗其他的新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一个叫红的木偶。那这个故事因为太好看了，还被改编成话剧上演过。那疯人说它是一本以精神病院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木哥呢，他是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实习医生。今天这个故事呢，是从恋物癖来进行引入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呢，这天早上，我们的主角木哥正在跟主任查房。那么一间间房查下来，进到下一个房间的时候，他顿时有一种呼吸一致的感觉。书上写，进门映入眼帘的先是床上的一只木偶，红衣服、大眼睛，做工精致，有半身高，就是一个挺大的木偶。那坐在他旁边呢，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病患，这个病患叫做吴向秋，一脸漠然的看着木哥跟主任，一点都没有回应。这名患者叫吴向秋，重度抑郁，职业是名木偶师，不隶属于任何木偶戏班底。进医院前都在街头行医，他的病症程度还够不上住重症病房，但因为他无法与他的木偶分离，而他的木偶的形态、体积和颜色都过于惹眼，如果和其他患者同住，会引起他们的激惹情绪，所以安排了一个隔离间给他。本来主治医生想强行分离吴向秋的木偶，安全起见，患者一般都不能拥有私人物品。一直没反应的吴向秋忽然跟疯了似的抢回来，目光极其凝重可怕，他的父母也吓了一跳。商量过后，主任同意开一个单间给他，认为木偶是他最重要的心理依恋物，强行剥离不利于他的抑郁恢复。父母显然有些失望，他们很厌恶儿子怀里那只木偶，但也没说什么，却付了单人间的房费，直接预付了1年的。那吴向秋搬进来已经快要1个多月了，每天都是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那今天主任查房离开了之后呢，木哥就拿了一团线给吴向秋，意思说让他可以拿这个线做这个提线木偶来玩。木哥为了让他开心点，也是为了增加交流嘛，所以说跟主任申请带了线过来给他玩，就看着他玩，玩好了之后1个小时就收走。然后这个吴向秋就看了一眼木哥手里的线嘛，然后就冷冷的说：“你这个线也不对。”他就开口说话，他说就算是提线木偶，线也是制作时就穿好的，位置和比例都有门道，你这种线也是不行的，我的木偶大小起码要25根线。那木哥站在旁边就傻了，因为他第一次听这个吴向秋叽里咕噜讲那么一大堆话，之前他们全都是爱答不理的嘛，所以他就尴尬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要这么多线，那我现在只有这些，不然你就先玩着。”吴向秋看了看他，最终还是把线拿过来了。吴向秋将木偶上的线解了，只留下4根。这4根线系的位置原本是2根铁签，我于是明白，他打算暂时用线代替铁签，表演杖头木偶。他忽然就将木偶从地上举起来，高过他，左手操纵着木偶底下看不见的木杖，让他的头灵活地动，右手则抖着那4根代替了铁签的线，操纵他的手。木偶一袭红裙，黑短发厚重内敛，被他举在高空，头部奇异的四方摆动，带动身子像蛇一样匍匐游行，行动规律奇诡。他唱了一首不知名的诡谲歌曲，木偶在他的调子里恣意又诡异的舞动，忽然停住，木偶的动作变得极慢，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掐住了，站立挣扎着，双手想去脖梗处解放自己，但用线操作达不到铁签的灵活，于是只能吊着手一下下甩起来拍打，时快时慢，嘴被操纵着时哭时笑。那演完这出戏呢，木哥就整个看呆了，就吴向秋的心境已经完全通过了他的这个木偶戏啊，传达给了木哥。那么结束这一天之后呢，木哥就跟大家开会，会上大家就是在讨论关于这个病患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刘医生就觉得说，这个病患就是吴向秋，他是有恋物癖的，他目前对木偶的情节太过严重了，过分的无法分离，包括他对木偶的设计、颜色、形态各方面呢是有性投射的。听到这里，木哥就若有所思地说：“可我不觉得木偶对他有性吸引。我观察他很久了，他对木偶没有性幻想，也没有性行为，他只是一直安静地抱着木偶坐在那里，仅此而已，实在是不太符合常规恋物癖的感觉。”你怎么知道他对那个木偶没有性幻想呢？我接诊的时候，他父母就说过了，吴向秋把那个木偶想象成一个真实的女人，
还说要介绍给他的父母认识，但其实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父母才把他送到这个医院来。可他父母的话也不一定可信吧？那天这么着急就付钱走了，摆明了就是想把吴向秋丢在这儿。他们家有2个儿子，还有一个叫吴高阳，吴高阳是哥哥，阳光开朗，还是个公务员。比起吴向秋来，哥哥实在是太优秀了。这父母俩摆明了就是偏心哥哥，讨厌弟弟，觉得吴向秋是个没出息的木偶师，敏感又抑郁，所以一直看不上他。我觉得吴向秋虽然对木偶有过分的情感，但还是偏心理依恋木。木偶呢，就是他脱离母体的一根脐带，他通过木偶才能跟世界产生连接。所以，可能是想象出来的朋友，或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之，重点不在性上，而是在连接感上。当木哥说完这些之后，会上的人都沉默了。散会之后，小栗子就是木哥的同事，找到了木哥说：“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吴向秋又有点过分共情了？”刘医生说了，你又开始不客观了。木哥呢就不以为然，反正他跟刘医生呢也就是一直不对付的。那这一天呢，去查完房之后，木哥还是跟往常一样留下来，想跟吴向秋多套套近乎。但没想到这个吴向秋他一反常态，今天就不玩木偶了，他反而静静地坐在那里，突然对木哥说：“木医生，我们玩个游戏吧。”那木哥就有点惊讶，想说好事啊，因为之前他对大家的问题全都是爱答不理的，这次主动提出玩游戏，是不是证明他在一点一点的相信医生呢？木哥就说：“好啊，那你今天想玩什么游戏？不管是什么游戏，他当然都得跟他玩。一个重度抑郁的患者愿意跟医生玩游戏，那肯定是好事嘛。”结果呢，吴向秋就说：“你问我5个问题吧。”问问题，木哥就一愣：“你的意思是我问什么你都回答我是吗？”吴向秋点了点头。木哥想说：“好事啊，那不是有机会多了解一下吗？”于是他就想了一想，他就说：“你谈过恋爱吗？”吴向秋就说：“谈过。”然后就一片寂静。木哥就说：“啊，就没了，你不多说点吗？就谈过什么样的呀？然后女朋友什么情况之类的。”没想到吴向秋就说：“那你这就是第2个问题了。”木哥笑笑说：“那好吧，第2个问题我就问你的木偶叫什么名字吧。”结果吴向秋就说了一个字：“红”，意思说他这个木偶的名字叫做红。那木哥紧接着就问了第3个问题：“这个名字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吴向秋就回答说：“她是我女朋友。”女朋友。这个时候木哥就想起来，刘医生说过，他父母之前不是透露吗？吴向秋把这个木偶想成一个女人，看来他父母说的是真的。木哥缓了一缓，然后又沉思说道：“那你之前都玩提线木偶，现在为什么又换成杖头木偶？那木偶可能有很多种吧。”书里就写到，提线木偶呢，就是木偶在地上被很多线束缚和吊着，人在高位操纵；而杖头木偶呢，就是木偶在空中的，就有铁签支撑着，人在下面去托举它嘛，是不要用线去束缚的。那吴向秋带的这个木偶呢，其实是个杖头木偶，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些改动，做成提线的。结果吴向秋就说：“因为我不想束缚红。”此话一说，木哥就愣了一下，说：“束缚谁？束缚红吗？就是这个木偶吗？”吴向秋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如果用提线的话，他就是在操控他，把红变成他的傀儡，但是他不想这样对待红。他说：“我要做的只是支撑他，做他的腿。”那木哥听到这里就不懂了，他就说：“可是在我看来，不管是提线木偶还是杖头木偶，它本质上不都是人要操控这个木偶吗？也不存在谁让谁自由的这种说法。”吴向秋就说不出来了，木哥就看出来了。第5个问题他回答不了。总之这一天的游戏结束之后呢，木哥不知道为什么吴向秋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但他也没有多想。结果第2天当所有人都醒来的时候，大家发现吴向秋自杀了。这个书是第1人称写的嘛，就以木哥的视角来写，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有种瞬间的恍惚，分不清现实与虚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他的病房的，满床的血，照理来说应该很刺眼，我却不觉得。连日来，他那只艳红的木偶已经让我习惯了鲜艳与苍白的结合。他躺在床上，那只鲜红的木偶摔在地上，头断了，红裙与床上的血连成一片。我有种错觉，他是被那血床分娩出来的。那尸检的结果表明，吴向秋他是咬舌自尽的。
咬舌自尽，多疼啊！书里就写到说，有24小时红外监控调出来，他大概是在夜里2、3点进行的自杀，他蒙在被窝里，而被窝在颤抖，应该是咬断舌头时的剧痛。昨晚值班的护士都吓哭了，说他全程没有关注，因为监控这么多，他也不可能一直盯着，当时只是看了一眼，他看到这个被窝在抖，他以为是吴尚秋在被窝里拿着木偶自卫，所以他就没有再关注了，没想到他竟然是在咬舌自尽。那负责本案的警察陈警官和小柯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啊。那么陈警官和小柯警官也是这个精神病院的老朋友了，之前几期出现过纵火犯里面的这个也出现过。那么陈警官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医院的病床，就说你们这个病床也不对，这个高度上太矮了。其实这个精神病人安全绝对是有隐患的，病人都不用咬舌自尽，拿床单往下一勒也可以。然后他就说了很多犯人在监狱想要自尽的一种操作手法嘛。结果主任听了之后就眉头紧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那么小柯看着尸体，手里当时还捏着一团线，就是吴尚秋死前全都是血，但是紧握的拳头里面有一团线，这个线是什么线大家都懵了，但是莫哥一眼就看出来那个线是他曾经给他玩木偶带的那个线。莫哥一说，大家都眉头一皱，就是说为什么他还把这个线攥在手里呢？莫哥说这个是我大意了，可能是每一次他就偷偷藏几根起来，然后就藏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时候新的问题来了，吴尚秋为什么不干脆用这个线来自杀呢？这个线一勒总比咬舌自尽要快得多吧？而且根据陈警官的说法，在这个精神病院的疏忽下，用床单也可以自杀，用这个线也可以自杀，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咬舌自尽呢？大家知道舌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是非常疼的，通常咬了一半就会大出血，然后疼到没有办法继续，但他竟然全都咬到失血过多而死，说明他的死意非常之坚决。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莫哥的头脑却越发清明，他这才意识到为什么昨天吴尚秋要让他问5个问题，其实他就是已经在给他发信号了。但是作为医生，莫哥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常，还沉浸在那里玩游戏。但其实吴尚秋不是在跟他玩游戏的，他一定是在传达某种信息，所以其实他手中握的这团线也是有意义的。吴尚秋在告诉我，他没有把我拖下水，以此为交易，我得为他办件事。他让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要我猜的是他的死亡，他的自杀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其他人都很茫然，不懂莫哥到底是什么意思嘛。莫哥就开始立刻观察现场，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个奇怪的摔坏的木偶，他拿起木偶来研究，就发现这个木偶说根本不是摔坏的，而是掰坏的，因为他摔了几下，发现这个木偶根本就摔不坏，是用巨力在某个地方把它掰断的。所以护士看到吴尚秋在被窝里颤抖，应该就是除了在咬舌头，也是在用力掰断这个木偶。那么小柯警官就奇怪了，他死之前干嘛还要掰断这个木偶呢？旁边的刘主任这个时候发话了，他说了4个字，就是心理死亡。此话一出，莫哥就立刻明白了，吴尚秋是在杀这个木偶，他要在自己死之前把木偶也杀了。陈警官跟小柯警官就一愣，为什么要杀这个木偶啊？木偶本来也不是活的啊。但是莫哥突然说，对于吴尚秋来说，这个木偶就是活的呀，他死之前把木偶也杀了。那陈警官就说，就算他把木偶当活的，那他杀了这个木偶，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可能就是他太喜欢这个木偶了，想带他一起去死呗。莫哥就说，他如果要带走木偶的话，为什么不抱在怀里带走？他把这个木偶扔在地上，向我们展示这个木偶的死，他一定是有什么信息要传达。于是大家想了又想，就根本想不出到底有什么意义在里面。那么这一天大家散场之后呢，小柯警官就找到莫哥，跟他说这个案子你还是不要参与了。莫哥就说为什么？小柯警官就说你知不知道从案发到现在你说了多少遍我的原因吗？我们都跟你说了，他本来就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随时都有自杀倾向，这跟你没有关系。但是莫哥就沉默不语，他觉得吴尚秋在死之前问了5个问题，就是在也不能说是求救的信号，但他没有把他拦下来，他非常自责。其实作为一个医生，如果共情能力太强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但莫哥恰恰他就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一个很善良的医生。所以小柯看出来这个问题，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参与这个案子。但是莫哥就不死心，他觉得他一定想要知道吴尚秋死之前那5个问题到底里面藏了什么他想要传达的东西呢？所以呢，等警官都走了之后，莫哥冷静了几天，又在1个晚上回到了案发现场。他决定采用极致共情的方式，拿着那个木偶红，他抱着这个木偶躺上了那张曾经吴尚秋死掉的那张床。躺上去之后，他抱着这个木偶就在揣摩吴尚秋死之前他可能会想些什么。书里就写到说，他抱着木偶时，蒙在被窝时，看着我时在想什么呢？木偶有点是渣，手感不太好，
我摸到了他身下的木杖，那是他的命脉，驱动他灵魂的东西。木杖上满是刻痕，密密麻麻，是他用指甲常年在上面刻下的，像是苍疤。吴向秋抱着他睡觉时，手应该放在这儿，激活他，让活的红与他共眠。而这些苍疤，是他在忍受什么？难以抑制痛苦和想死的心。他必须一遍遍用木偶强迫自己活下来。木哥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等第二天早上，小栗子推门进来的时候，一整个吓一跳，说：“你怎么躺在那个床上？”小栗子说：“你真的疯了，你走火入魔了，你不要再讲这个案子了，行吗？”木哥还让小栗子拿了纸和笔把当时5个问题写下来。大家还记得他们问的那个5个问题游戏吗？第一个问题是：你谈过恋爱吗？谈过。你的木偶叫什么？叫红。有什么意义吗？红是我女朋友。那你之前玩提线木偶，为什么又改成帐篷木偶了？因为我不喜欢用线把它束缚住，我想它高于我，它能自己飞翔，我要做的只是支撑它，做它的腿。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那么现在木哥看来是吴向秋，因为他知道自己到时候会死，然后知道木哥会成为那个去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他内心有愧疚，他需要木哥来猜他死亡的秘密。木哥说：“我一定要猜到。”所以他来回在这5个问题上移动视线之后，突然就把视线停留在第3个问题，就是红是我的女朋友。大家之前一直以为红是他幻想出来的一个人，但有没有种可能，真的有红这个人的存在呢？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女人呢？小栗子在旁边一听就说：“不可能吧，这个红就是他想出来的女人吧？”木哥就决定还是要找他的家人来把这个事情给问一问，他们都不愿来嘛。最后没办法，只能用一招说他们找到吴向秋的遗书。那么哥哥来了医院之后，就满脸不耐烦嘛，他就问木哥说：“遗书呢？遗书在哪里？”木哥呢就不理他，反而问了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一个叫红的女人？”哥哥就眉头一皱说：“什么红？不就是他那个木偶吗？”结果木哥就说：“不是他那个木偶，是一个真的叫做红的女人。”此话一出，哥哥的脸就一愣，但是却没有任何疑惑的表情，仿佛已经知道这个人了。那哥哥就说了，这个红根本就不存在，就是他想象出来的女人。这个时候书里就闪回哥哥的记忆嘛，就是之前弟弟吴向秋对哥哥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人叫做红，但是他哥就完全不相信，因为他哥觉得自己的弟弟非常的阴郁，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有女人看上他这种男。木哥就觉得匪夷所思，说你就因为这个，所以这么坚定的相信这个红是他幻想出来的。他哥哥就冷笑一声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根本就不像个阳间的人，什么样的女人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而且我也问他了，这个红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住哪儿，做什么工作？”他没有一样回答得上来啊，编都编不像。你不是医生吗？你应该知道啊，他就是疯了。我问他那红长什么样，他就把这个木偶怼到我面前来说长这样，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呢？哥哥吴高阳就一边说就一边扯领带嘛，就一副很不爽的样子嘛。紧接着他继续说，虽然他觉得这个红是不存在，但是后来有一次弟弟吴向秋就跟他说自己要和红一起私奔了，今天晚上在哪在哪。哥哥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是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万一是真的呢？所以他还是跟过去看了，他想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女人啊。结果他就发现吴向秋一个人抱着木偶在车站站了一整个晚上，没有一个任何人来跟他一起私奔。哥哥就说，我他妈也是疯了，还真的相信有个女人会跟他私奔。所以从那之后他们家整个就没有人再信他了，就强硬的要把他送来这个精神病院。木哥听完之后就很无语，就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们不和主治医生说呢？当时送来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把这些东西交代出来呀。这个哥哥呢就非常的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厚颜无耻的说，这不是你们医生要去查的事情吗？反正言语之中啊尽是对弟弟的一种厌恶。木哥这个时候呢就实在是气不过了，然后就和这个哥哥两个人大吵一架。吵完之后果不其然被投诉了。小栗子说，我求你真的别再查了，警察都拿自杀结案了，而且他哥也说了根本就没有红这个人，你到底要查什么呢？不知道姓名地址，不知道家庭工作，就真的是不存在吗？如果我要去虚构一个人，我是不是要把他尽可能的详细化？比方说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长什么样子，喜欢吃什么，讨厌什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打扮是什么样子，我要尽可能的去细化他，这样我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我才能够把他说得像个活人，让别人觉得他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吴向秋不是，他和他哥哥描述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在撒谎，有这个人，但是他不了解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意思是，吴向秋真的和一个不知道身份的女人恋爱了，而且还为这个女人做了一个木偶，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而且他哥哥去的时候的确也没有看到有人来跟他一起私奔啊。木哥就说，那有可能是红失踪了，来不了呢。小栗子简直就是白眼都要翻起来了，说怎么可能？就在这个瞬间，一个机灵闪过木哥的脑袋，不对，
红不是失踪了，红是死了。哈，小栗子又听不懂了。木哥就拿起一张照片，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的照片嘛？你看吴向秋他常年是把这个木偶抱在怀里的，但是就是他死的这一天，木偶是掉在地上，在他床旁边，两个人就一个躺床上，一个人躺地上，有这么大的空间，所以他在展示他丢失了红。就像吴高阳说的，他们要私奔的当晚，红并没有出现。吴向秋发疯了找他，并且他把木偶的头掰断了，是想告诉我，红不是失踪了，红是死了。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木哥就立刻联系到了小柯警官，问他最近1个半月来有没有失踪或者死亡的女性人口。那小柯说近期死亡的没有，失踪的有2起，但是给到了条件给木哥看了之后，发现照片什么都不符合红的标准。小柯就说你这样找大海捞针，不如你给我一个红的侧写，告诉我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木哥深吸一口气，他于是开始想说，红年龄应该是在15到30岁之间，未婚，社会绝缘者，只有父母这一个社会关系，没有工作，不上学，他应该是单亲家庭。小柯说你怎么确定他是单亲家庭呢？因为吴向秋当时不是用了私奔这个词吗？私奔这个词意味着红一定也是被他的家庭束缚着、管教着，控制欲很强的家庭，有可能就是单亲。小柯就点点头，紧接着木哥继续做侧写。另外，从这个木偶的衣着条件啊，发现这个红应该是家庭条件不错，因为他的衣服样式什么都还可以。那么第3个，红应该是有瘫痪的，就是他的腿部或者是萎缩、残疾，或者是截肢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木偶它是杖头木偶嘛，是没有腿的，他的腿被这个杖头所取代了。而且吴向秋他不仅一次说过他要做红的腿，所以他推测这可能是一个残疾女孩。最后他的家庭地址应该是在东华路一带，因为当时哥哥吴高阳他去跟踪吴向秋，就是他说私奔的那一晚嘛，他跟踪到的那个地点就是在那一带。因为红的腿脚不方便，所以他们私奔聚合的地点应该不会离红的家太远。那么有了这一系列1、2、3、4、5的这个侧写之后，小柯再按照这个要求又去捞了一遍。之后小柯告诉我，他回去查到吴向秋之前的确报过警，但没人相信他，因为对失踪者一问3不知，连姓都说不出，什么信息都没有，根本没法立案。后来他家人来把他领走，说他有精神病，红是他幻想出来的，于是就更没人信他了，报警不了了之。所以被送来这里后，万念俱灰的他被家人、医生、警察都告知红是他的幻想。时间久了，他可能自己也怀疑了，究竟那个女人自己怀里的木偶是不是一场春梦？他只能以迂回的方式隐晦地向我求证，向这仅有一个可能会相信他的人请求我还他一个真相。他用撕裂而决绝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向那些把他的头按下去让他闭嘴的人表达，他在找他，这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玩笑。终于在吴向秋死后，他的报警奏效了。在不懈的努力之下，1周之后呢，小柯查到了一个非常符合侧写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魏红，23岁，下肢截瘫，住在东华3弄的复式公寓区，有一个单亲父亲，是个医学教授，叫魏晨曦。当木哥看到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啊，惊了一下，当即决定她就是红，太像了。吴向秋的木偶完全扎到了精髓，短发、齐刘海、天鹅颈。他不笑的时候眼里有笑意，他笑时嘴角却是悲伤的。那么小柯警官就说，根据资料显示，这个叫做吴晨曦的男人有过2个孩子，多年前发生了一个车祸，大儿子当时在车祸里当场丧生，那么二女儿也就是魏红在那个车祸里面截瘫了。小柯说，我们已经去过这个魏红的家，但是这个魏晨曦说魏红已经被他奶奶带去旅行了，可是小区的监控已经过了时效期，查不到当时奶奶带走他的画面，那带去哪儿旅行了啊？魏晨曦表示不知道，老人家反正自己怎么地就编了一堆理由，反正似乎是早就准备好了，主打一个你什么都问不出来。那木哥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去他家，家里有没有发现轮椅？小柯就说去了，家里的确是有一个轮椅在。木哥就说，那穆红不是走了，穆红是死了。那小柯就莫名的说，你怎么确定他就是死了呢？有可能他们家里有2个轮椅呢，他坐了其中一个去旅游了呢。木哥就摇了摇头说，你知道要怎么去精神控制一个人吗？你想要控制一个人，剥夺他所有的选择。截瘫的魏红很好控制，如果是我会让他习惯一只轮椅，从坐姿到气味完全和轮椅合为一体，不是必要不换新的，要他习惯标志性的束缚，比如他抑郁痛苦时在轮椅上刻下一些刮痕，或者他生日我送他竖在轮椅上的一条挂坠，只要看到这些，他就会沉浸在被囚禁的身份里面。
我不会让他看见新的轮椅，要他从生到新毫无选择，只能适应我给他的一切。轮椅是极好的精神控制物，就算他去旅行，只要坐在这张轮椅上，哪怕我不在，他的心到哪里都被我束缚着，我就是那只轮椅。所以如果魏红去旅行的话，不可能不把这个轮椅带去的。那么换句话说，现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轮椅在家，也就是说魏红其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小克沉默了一会儿，回忆说，那个轮椅上的确是有一个丝巾，所以啥也别说了，直接把人叫来问话。那人来了之后，木哥才发现这个人呢，原来是以前就见过魏教授。像以前他们工作有个什么讲座之后，早就听过这个魏教授的一个讲座。所以这个魏教授也认出木哥了，想说啊，你现在代替警察来问我话呀？木哥就说啊，没什么，只是我们失踪家属的例行问话而已。魏教授不用紧张。结果呢，这个男人就笑着说，小红没有失踪，她只是去奶奶家那边而已。木哥点了点头，意思说，的确没有失踪。魏红她不是失踪的，她只是私奔而已，和吴向秋。那么听到私奔两个字出来，魏晨曦脸上就挂不住了。小红不可能和男人私奔，我了解她。哦，是吗？木哥就说，可是我知道他们私奔去哪儿了，你想知道吗？你女儿魏红和吴向秋他们私奔去地狱了。魏晨曦突然就发飙了，他一拍桌子，意思说，你现在是好歹代替警察来问我话的，你能这样不负责任的说话吗？木哥继续气定神闲的站在那儿，他说，魏教授，你到底是在生什么气？生气说私奔两个字，还是生气说地狱两个字？你为什么完全都不觉得惊讶呢？听到地狱两个字，是不是你早就知道魏红已经死了？那么魏晨曦就是大发雷霆，但是木哥注意到他全程都不敢看放在他后面的那一个木偶，因为他其实把红的木偶也带来了，然后就一直放在后面。木偶一身红裙，非常亮眼，远远亮过我。从进门起，魏晨曦的目光就被他吸引，又努力移开了视线，而我一直不提，仿佛他只是一个无用的摆设，但他始终横在我们之间，横在一来一回的对话之中。这个背景物从他进来开始就已经在产生暗示了，所以这个时候木哥拿起了这个木偶，递到了这个男人面前，意思是让这个魏教授拿着这个木偶，但是男人就挪开视线，他不想拿，他不敢拿。木哥紧接着就用激将法了，说，一个木偶而已，也不至于这么不敢拿吧？你可以感受一下吴向秋对这个木偶倾注的爱意，还是说你压根不敢感受？那与刚才训诫的态度不同啊，这个魏教授就没有接茬，但是也没有讽刺，他看了那个木偶很久，盯了大概半分钟之后，他接了过来。这个时候木哥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他接了，后面的事情才能够展开。他还真怕他不接，不然后面就演不下去了。他到底想干嘛呢？木哥说，我其实今天对你的审问很简单，我只有5个问题，问完了你就能走。第一个问题，你认识吴向秋吗？不认识。好，第二个问题，你知道魏红认识吴向秋吗？不知道。好，那第3个问题，魏红怀孕了吗？魏晨曦这个时候脸色大变，他仿佛非常惊讶，不知道木哥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木哥笑了一笑，手指了指魏教授现在手拿木偶的位置，他说，教授，你没发现你的手指一直在摩挲这个木偶的肚子？刚才我问你2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做这个动作，看来你的身体比嘴诚实。这个时候这个魏教授想要放下木偶了嘛，但是木哥就叫住他说，不要轻易放哦，你把它放在左边还是放在右边，放在前面还是后边，就等于直接告诉我魏红现在在哪里。听到这里，魏教授就突然呆了，这个想放木偶的手啊，要放不放的就僵住了嘛。第4个问题，魏红怀孕了，你发现她要和吴向秋私奔，所以你杀了她，是吗？我没有杀她。最后一个问题，魏教授，你手挺酸的吧？木偶就放下吧。这里呢是沙盘游戏，教授应该听说过吧？反正木偶拿都拿了，总要放的，就随便放吧。随便在沙盘里面再拿2个沙具给我，今天的审问就到此结束。听了这个话，魏教授手里的那个木偶呢，他是怎么都不敢放。其实呢，这就是个门槛效应，一旦他接受了我一个小的要求，拿木偶，他就会更容易接受一个大的要求，把木偶放到沙盘里。为了体现他的前后一致，他骑虎难下。魏晨曦在这一刻终于明白，这个木偶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个巨大的沙具，而从他的目光被吸引开始，整个审讯室已然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他陷进去了。魏教授就在那里坐了半天，最后他闭了闭眼睛说，在我的律师到达之前，我不会再说任何话了。听到这句话，木哥知道自己赢了。他说，魏教授，
你知道的，当你说出律师这2个字的时候，你就等于认罪了。魏晨曦闭上眼睛，仿佛什么都不想听。但是牧哥继续说，12年前那一场车祸带走了你的儿子，也让你的女儿成了截瘫。我看了一下资料，那天是半夜1点多。半夜1点多这么晚，你带着2个孩子上高架是为了什么？我查了一下，那段时间你的妻子刚离婚，一离婚之后，你妻子马上就再婚了，所以他是婚内出轨啊！你当时一定万念俱灰，就像你听到魏红想要离开你时一样，你决定换种方式报复他。大半夜你开上了那条高架，我也是看到你前妻的档案，才发现那条路是通往你前妻的新家。他们当时正新婚燕尔，而那条路上有个高雅点。那场车祸不是意外吧？那个晚上你拖着2个孩子是为了带他们去死，但是你恰恰没有想到，儿子死了，女儿却瘫痪了，而你却在那场车祸当中活了下来。你这么多年来紧紧抓着魏红，是在抓什么？你是在抓你的罪感，你把他绑在身边赎罪。听到这里，魏晨曦脸色刷白。牧哥继续道：“你很矛盾吧？这么多年来，你对他又爱又恨，他的存在让你觉得既痛苦又幸运，时时刻刻提醒你当年的愚蠢。而如今，一个废了腿的罪感，居然敢自己奔向幸福，从你身边逃跑，你怎么能允许他必须和你一样痛苦才行？”听到这里呢，魏晨曦已经绷不住了，整个就开始大吼：“你闭嘴，闭嘴！”牧哥也不说了，意思就是说，最后你选2个杀具吧，选完今天我们就结束。沙盘游戏大家是知道的，就是沙盘里面的东西的摆放可以体现这些潜意识的东西在你心中的构成，就是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会能摆出来什么东西，摆出来的东西其实投射出他们的内在意识是怎么想的。这个男人实在是不想在这个审讯室里待下去了，所以他决定立刻拿2个东西走。他来到那个沙盘面前，看到了沙具之后，就开始想了半天，在想怎么才能够扰乱牧哥的这个干扰吧。反正他搞了半天，最后选2个东西：人鱼。人鱼代表着过渡，半人半鱼是转化的象征。你对魏红做了一种处理，让它转化。人鱼和龟都有长寿和永生的意义。你对魏红做的处理，让它趋向了某种永生。这2个都是水生物。你虽然把魏红藏在室内，但那个地方有水。魏晨曦的紧张显而易见。我盯着那2只沙具看了许久，忽然一顿，说：“龟还有一种意义，孵化后不管孩子。”孵化？我深吸口气，凌厉地叮嘱他说：“你是不是把魏红的孩子抛出来了？”魏晨曦完全僵在那，我全身都在抖。你要把胚胎剖出来，你没有弄脏家里，你需要工具和场所。医学院，你就职的医学院，你把它藏在医学院的停尸房。永生，你是不是把它处理成解剖用的标本了？这样就永远在你的视线里，永远在你方圆几里的控制下。魏晨曦颓废地瘫坐在地上，面露惊悚，板正的脸上是铡刀落下后的表情。陈警官和小克进来了，我还是死死盯着他说：“那孩子呢？你那么厌恶那个孩子，你剖出来之后放哪了？你不可能让他留在停尸房。”魏晨曦忽然笑出来，像是终于在这场输得惨不忍睹的较量中找到一个碾压我的机会。他朝我吐出了3个字，声音低沉，充满恶意：“哼，喂狗了。”小克把他押走了。我在原地站了很久，陈警官拍了拍我，说：“已经出警了。”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故事的最后呢，警察在魏晨曦就职的医学院里找到了一具截瘫、肚子被撕裂的尸体，经过基因比对是魏红的，尸体的血已经被放光，泡在福尔马林里面，再过1年多捞出来晾干之后，就可以给学生做解剖用了。但是这具尸体竟然是有捐赠协议的，也就是说魏红在生前就曾签署过遗体捐赠。魏晨曦是如何教唆他签下的？显然他是对他女儿有多重精神控制的，他要让他女儿死也死在他眼皮底下。很难想象魏红短暂的23年究竟是过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魏红这个
悲惨的角色，从头到尾没有以活着的形式在这个小说里面出现过。从他出现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是一个木偶了，到后来变成一个虚幻女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可以说是非常惨，很有戏剧冲突的一个故事。等于这个故事讲的是阴沟里的二儿子和轮椅上的二女儿相爱了，但是爱情没有给他们带去生的希望，只能在天国再见了。故事最后呢，牧歌去到那个吴向秋自杀的房间，又离开了那个房间，整个人都非常恍惚。这个地方其实是一尸三命的地方，他死了，吴向秋死了，魏红死了，魏红肚子里的孩子。关于他们是如何相恋的这一段，书里是完全留白的，留给我们读者去想象了。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算是挺精彩的，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了《疯人说》里面的几个故事了。这个是有恋物癖所引申出来的故事，其实最后它并不是一个恋物癖哦，但却扯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唏嘘的故事。那我们之前还讲过关于人格分裂的方雨琦和方玉可的兄弟俩的故事，还讲过关于有纵火癖的乔郎的故事，还讲过猫女的故事，以及微笑抑郁症里面胡贝贝的故事，加上今天这一个叫红的木偶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好看啊！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看《疯人说》的话，也欢迎敲碗，或者想看其他什么故事，也可以告诉我。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啦，谢谢你看到最后。那我是 Parker，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